请务必让我这2个至亲好友在凡界相逢相守，平安喜乐。帝君如何了？帝君本就精气混纵，又疲乏过度，仙力大损，更是无力回天。我等只能尽全力护住帝君的仙灵，可能否清醒、痊愈，只能看帝君自己的造化了。若帝君千年不醒，万年不醒，那该怎么办啊？寻常昏迷之人，脉象一贯稳寂，而帝君心脉躁动，许是此地有何物牵系其心，不得安宁。既有如此强烈欲念，帝君许有一日会因此苏醒。陆明，你苦修了800多年，好不容易脱离了藏书阁，成了帝尊座下的士官，怎么还天天往我们藏书阁跑啊？今日又逢元旦生辰，每年此刻，我总是会想起往日里与他一同玩闹的日子。也不知道他如今在凡界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和雨墨相遇？我万千思绪难以平静。那你不如帮我一同整理典籍，换换心情。叶忘川的冥王刚呈上一大批文书，我们正愁人手不够呢。对了，世人皆知900年未渡川者便会灰飞烟灭，所有人都会在7日内渡川，千百年来未有例外。今日有位明差突然送上一份未渡川者名册，称天界有位仙子伴他800多年未曾渡川，特请示天庭可有特赦。
看不清火焰，痛也模糊了，可心里的痛却丝毫不减。待五感彻底丧失那日，就再也不会痛了吧？陆明，为何如此慌张？颜丹在忘川苦读了800年，始终未过，再过几日就到900年之期了，颜丹就要死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在渡川者中看到了他的名字。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若再不去救颜丹，他就要灰飞烟灭了。帝君，帝君与颜丹明明刻骨相爱，却只能分隔两地，黯然销魂。帝君，为了颜丹，求求您醒来吧！止息仙子，我犯下的错，我来弥补。我绝不会让颜丹再有事的。止息，谢谢你。若帝君醒过来，不必告诉他我做了何事，是我愧对他们2人，不必让帝君再为此费神了。长氏，这冥王可真是位屈奉之人，年年给天界进贡这么多法器，多有何用？尽是些废铜烂铁。若不是他受了重伤，伤口经年不愈，想从天界寻医问药，又怎会这等殷勤？堂堂忘川之主，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我管他是何缘由，我只知道他伤得好。一个人有了弱点，便有了用处。这是何物？极阴符。把此符放出，便可听到远处声音，与之相谈。这倒是个好物件。长氏，帝君醒了。真的。听闻帝君苏醒，我特带了护灵仙路前来探望。帝君正与他人议事，严明任何人皆不得入内。哎，银能长氏，您若贸然闯入，只会令帝君不悦，反而浪费了您一番好心。不如待帝君重回偃虚天宫，您再来探望也不迟啊。既如此，那我改日再来。
还请你帮我带一句话：帝君昏迷这800多年来，银灯日日为他祝祷，还望帝君能照我一叙。忘川水，散前尘，灭心念，万年来无一例外。但他竟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在夜王川中走了800多年，这么多日日夜夜，他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燕丹，他从不求升仙列位，只愿顺心而活。可帝君却为了所谓仙途，不与他相认，逼他跳了辽无桥。夜王川900年不渡者，便会凌霄破散。帝君，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？离900年还剩多久？只剩3日。请帝君慎思，务必加紧营救，保他万全。我替燕丹谢过了。原来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他剜心向葬，我却从未动过他。帝君，前方乃是夜望川之域，没有帝孙诏令，不得下界。你若再向前，我便动手了。让开！应元，帝君，你撇下帝君之责100年，好不容易苏醒回归，为何还要触犯天条，一错再错？帝尊，我心结未了，许下夜望川救人一命。应元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吾要按照天规处罚。帝君，你身为天界上神，诛仙表率，若此刻公然违抗帝尊，如何服众？天规戒律胜不可犯，我既违令，便请司法。依法重伤天兵。二法忤逆帝尊。三法四下忘川。
受戒，请帝尊原谅。若心法不够，待我归天之时，我自会去天刑台领受。谢帝尊成全。严丹，我绝不会让你活着回来。不知我的上禀，天界之人有没有收到？难道严丹真的要就此灰飞烟灭吗？先生，你为何又来此处？你是来救严丹的吗？究竟受了多少苦楚，竟变作这般模样？数百年过去，你如今可还愿见我？哎，乙藏，对不住啊。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，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严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。我会助你渡川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都已经快900年了，还是没能忘记。知限期只剩2日了，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。而如今，我的目力、痛觉、味觉都在消散，而那些记忆却半点都没有丢失。我宁愿自己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你不必为我难过。还有2日，我就要解脱了。今日我不回客栈了，我就坐在这川水旁，静静等着。严丹，多活1日，便有1日的希望。我带你回客栈。走。
我今日有焚香之好，却无人可展示，不如你替我闻闻，这香味可还说得过去？嗅觉尚存。别怕，你泡了一日川水，身体应该很虚凉。这个手炉你先抱一会儿。现在可暖和一些了。触感悠哉。你且宽心，今夜好好安睡。明日我同你一起渡川。这900年来，我就没有一日安睡过。今日恰逢叶望川守岁，将奏净魂乐，有安神之功效。今夜你一定会好梦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纸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我见尘世苦短，情丝苦长，多情人不自量。我见良夜荒芜，良夜见我余恨所持他。风卷一枝花开一场，望穿无望。不拆散，人对对双双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。原来这簪子你一直都留着。燕丹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天界招福，再难偿还。幸而这一次，终于有机会还我守护你。与君别后，云上瓦下，转眼桥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灯杯酒烟火，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肝胆再开人厮守。太子殿下，聘礼都清点完了。你说这些东西，他可会喜欢？殿下都快把四海珍宝全数搬过来了，昭兰公主怎么会不喜欢呢？
当初他自天界回归后便病了，800余年，我一直悄悄派人探望。听闻他近来转好，前几日还去了蚌族讨了几瓶蚌珠真露，许是喜欢其光泽。我已将全部真露购回，都在此处了。太子殿下，公主旧疾重犯，病重难起，实在无法下榻亲迎，还请太子殿下改日再来提亲吧。公主，蚌珠真露如此贵重，纵使南海1年也收不到几瓶。其他龙女都用来保养容颜，你却用来涂着鳞片，此物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就这么珍贵吗？是，在我心中，唯有它最珍贵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。公主。是你说你病得下不了床，可我看你面色红润，精气十足，毫不像染病之人。想来不过是找个借口拖延婚期罢了。你用这伎俩哄骗了我800余年，到底有没有把我东海放在眼里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我是否染病，自有龙医论断。我们尚未成婚，你便擅闯我闺阁，成何体统？四海之中，我东海就是体统。敖轩，东海在自己的水域横征暴敛，残害水族，我管不了。但这是南海，你敢造次，我便禀告父王，取消婚约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父王，好好聊聊取消婚约的事情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还给我！你放开我！难得见你面露慌张之色，看来这东西确实有点价值。好，你何日愿嫁，我便何日归还。敖轩，你无耻！你不过是喜欢强权逼从之感，你对我何曾有过真心？对，我确实无心，娶你不过就是为了南海势力。可就算你知道实情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敖轩，敖轩！父王，父王，我们东海每年猎杀一族，炼化灵力，为父王进补，但父王的尊体为何仍不见好转？为父年事已高，迟早要驾鹤西去，再多的灵力进补，也已回天乏术。倒是希望你早日立业，承我尊位。今日去南海提亲，结果如何呀？仍是一拖再拖。
不过，今日儿臣获一误事，应该能尽快促成婚事。九旗，原以为创世之战已将其斩草除根，怎么还有余孽？父王，何为九旗？上古彝族，身携水火之力，曾为四海之主。可我们龙族不才是水族领袖吗？我们龙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尊位，那是因为九旗灭族，四海无主。如今九旗现世，其他的龙族和水族必将追随。那时，别说是与南海联姻，恐怕连我们如今的地位和性命都难保全。九旗为何会突然现世？这些年，他又深藏何处？敖玄，你是如何得到此物的？我与昭兰在天界玄心崖时，曾见他与一条黑鱼相交甚好，而那条黑鱼甚为古怪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怎么回事啊？身为水族，能附火境，灵力之强，可将反元术震碎。当时我就觉得他灵力蹊跷，难道此人就是九旗？北冥仙君一向跟九旗一族交好，当初秘密的救下一条，也绝非没有可能。原来这才是昭兰不愿成婚的真正原因，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了。父王，既然九旗乃我族威胁，那绝不可让其他水族知晓它还存在。我曾在天界见到九旗开天系入凡界，他若此时正在凡界，那儿臣就有把握将其诛杀。请父王准我带一队亲兵，我会亲自前去，将其处决，以绝后患。好，不愧是我儿。那为父就将当年诛杀九旗之秘器碎魂钩交付于你。为父仙命将尽，唯有剿灭此人，父王才能毫无挂碍地将这四海交托你手。老朽，你快降不住我了。当年你求召名利时，可有想过会有将自己供奉于我的一天？原来冥王大人能够威震百万亡灵，一统夜望川，是有王两图的名利加持。可这名利虽好，若宿主伤残体弱，便有反噬之危。你是何妖孽？殿下莫冲动，若是伤了我，便再也不知你的伤何药可解。说，
天界有一神药，名为四叶汉淡，炼之可生死人白骨，解一切病痛，得一之便可高枕无忧。既是天界神药，我如何得到？这四叶汉淡早已化为人形，名为炎淡，因触犯天条逃离天界，如今正于叶望川藏身。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殿下莫要错过。你告诉我这些是何企图？殿下想要此药治病，我想要此药永不复生。我们不过互帮互利，各取所需。一藏，这是哪儿啊？怎么感觉跟我平日渡川的地方不一样？此处水流湍急，鲜有渡川者。姑娘，在此渡了将近900年，离开之前，我想带你感受一下这叶望川最美的地方。不必了。我浸染了川水，目力见失，如今只能察觉一些光亮，哪还看得出什么景致啊？可有闻到花香？这样，那便算是看过了。我也算是兑现承诺，与你一同看过花开。这是蝴蝶针翅。叶望川如此阴寒之地，怎么生得出蝴蝶呢？万种生灵只在此处习起，而凡界各处不仅蜂蝶纷飞，可见雨雪，见四季。想来，那是个比叶望川和天界更好的地方。姑娘走之后，一切就可以重来了。我放不了前尘，渡不过川水。凡界再好，与我何干啊？姑娘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值差值了数月，好不容易闲暇喝了点小酒，何人如此无情，连我酒瓶都要击碎啊！这是谁啊？不怕，是个喝醉酒的明差。小梦蝶，小梦蝶，她的残剑不是已经被毁，如何再次孵化？又如何出现在叶望川中呢？
我在典册里见过的。据说，小梦蝶乃是上古生灵，死生轮转皆因情爱，唯有……今日冥王点兵受访，所有民差都去了大殿，你为何还在此处？还不快走！唯有什么？他怎么不说完就走了？唯有小梦蝶查出无眷无爱，情根已断，才能破茧成蝶。即使被捏碎，也会因无情怨气而重生。叶望川皆是无情舍念之人，所以此蝶出现也并没有什么离奇。原来昔日在茅草屋中有蝶入梦，竟是他对我无情。原来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爱过我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莫再执着了。今日渡船，定能成功。燕丹，你迟迟无法渡船，我便只能试着破开川水，直接送你下界。只是这般，你定会留存记忆，因而我无法以真身相对，徒增你痛楚。唯愿这花开之景，日后能成为你记忆中美好一隅。保重。何人？无关渡船者，不想死，就给我滚！后面那个女的，给我抓活的！冥王，为何他要抓严丹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给我杀了他！碧城、北都、燕山、雾水域、地灵镇，严丹，已经快900年了。我找遍了凡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可是我为何迟迟找不到你？你到底在何处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敖轩，于墨，同在天界这么久，我都没发现你的身份，藏得够好的。可惜，你的鳞片现在在我手上，只要你施法，我就能顺着灵力迹象找来，将你诛杀。你们龙族如此兴师动众，就不怕其他的水族发现我的身份吗？杀了你，不就无人知晓？上！
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一藏，你快走吧，此人是冲我来的，走啊！冥王暴烈无端，我早就想教训他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在这等我。堂堂冥王，为何要抓捕一个渡川者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这样过问我？我在这里800余年了，从未有人追捕过我。今日如此异常，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你快走啊！你果然是有同谋啊！金银符为天界之物，你到底与天界何人私通？原来冥王只用左手出招，是怕被人看见这右手的反噬之招。这便是你追捕严诞的理由。这具身体终于要归我了！快把四眼鹤灯给我！若再出招的话，便会反噬入魔。他竟是青离应元帝君。一藏，发生什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放心。等我。堂堂叶忘川之主，私照名利，屠戮生灵。今日便将你拿下，罚当起罪。齐奥金印。帝君，小王也是受人蒙骗才出此下策。帝君，饶了小王这一次吧。齐奥金印乃是湾云帝君的法器，你从未与他交过手，说，怎会身负此伤痕？仙魔大战之中，小王曾被湾云帝君重伤，难道帝君不知道此事吗？殿下，魔族叫我们在此支援，可他们偏偏迟迟不来。莫非是前方战事不利，撇下我们自己跑了？我早便觉得朔华长老不可信，说让我们坐收渔翁之利，天下哪有这等好事？说不定他们是叫我们替他们送死。冥王竟也参与此战，同魔族沆瀣一气，我必上报仙界，由帝尊降罪。
邪神已死，乱臣贼子，速速投降！邪神死了。敌军恕罪，小王是受那邪神的蛊惑，一时鬼迷心窍。小王向来效忠仙界，万年以来从未有不臣之心呐，请帝君饶过小王吧。战况已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下了明示，据说是邪神玄香趁三大帝君与基督星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象之中。若依你所言，3位帝君已经将玄香诛杀，魔界定会溃乱，再无刚鼎之人。那3位帝君又为何会战死？小王不知啊，小王自战败之后便被天兵关押至天牢。这事结束之后，弟子念小王是初犯，也没有酿成大错，所以罚了小王的万年修为，流放至夜王川。自此，小王连年加倍进贡，对天界诸仙那是恭敬有加呀。小王绝不敢隐瞒帝君。仙魔大战，冥王所言怎会和天使记载说法不一？难道当年仙界伤亡惨重，另有隐情？待本君事毕，再来审你。严大，放手吧，乙藏。冥王想要杀我，你若是再阻拦的话，会危及你的性命。我唯有向川水走去，待天明陨灭，方能够让你安生。严大，你别着急，我知道方法可渡忘川之水，能直接将你送往凡界。难道你宁可葬身于此，也不愿去往凡界吗？是。要么亡，要么死，不然身处何处，皆是无尽忘川。真是没用啊！那人不过拿走了你半颗心，难道就算灰飞烟灭，你也忘不了他吗？严大，你承不住这些痛的。这世间种种痛楚，我都承受了。剜心、泪行，了无桥下死神之痛，明火灼灼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忘了他，我绝不回头了。严大，
你当真想要忘记这一切吗？是。我为他痛太久，这一次，我想求一个解脱。先前承诺，皆为做到。这一次，我最后能为你做的，就是完成你的心愿。此中消除记忆之法，因规条苛刻，古往今来无人成功。若你执意相忘，我便好心接身，全力以赴。忘川之水，灭情绝爱。若有执念之人，苦毒忘川而不果，便以此法处之。炼长下蛊，去川中水。其道上灰，化为绵衣丹。供奉明历，求焚心火燃至丹城。你并非冥王，来者何人？天界中人，即是从权，特借冥王身份，号召明历，借焚心火一用。可有供奉？很好，你可比那个老朽有用多了。借此火者，须见真心。你为何事所求？故有困身忘川，我想借之其力，以念心安。其心不诚，我辜负此人，情已难还，只求舍身相救，以慰心安。并非真意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在快活。此乃真心。强行消除记忆，身体易受痛楚。陈华曾有疗愈之效，你带上它，当能舒坦些。
一焚心火，烧去相望者与其执念人情系之物，便可轻断一举，前尘尽忘。东西还来。哦。轻断一举，再难相守，连我对你的最后一份心意也留不住了。原来要你忘记我，我也会这般痛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上一吹相离，情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。姻缘君，好美的星辰啊！姻缘君，别走啊！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月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本性，便生一地，不放肆于大梦，不息。若是拉住我，你便要再历一次这心死之痛。放手！我做不到。我们终究是陌路人，你在执念什么？尘世相逢一遭，我爱过，痛过，已经足够。可是你何曾让我见过你的真心？你情根深重，旧谊难消，唯有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谊，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
我已自证我心，断念吧。你往日信愿是成为一个自由的凡人，可唯有渡过忘川，才能化人。既然我强行分断你的情根，抽离你对我的情爱，记忆。若不灵力护体，只怕你难以承受，便只能让你化为妖神，离开此地。妖类无拘无束，你可在凡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花妖。往后之路，我已无法相伴，只愿这陈华簪在凡间相随，护你周全。
前尘已了，他们也不该再留于世。你是放弃，可我再也忘不了了。冥王印记一事还有诸多疑点，需尽快审问。竟能伤我仙灵，此人绝不简单。他在拖延时间，难道是想调虎离山？竟碎了他的名单。为了封口下手如此狠绝，当年仙魔之战定有隐情。如今基因符已死，冥王夜出，此人定已藏身。若要理清真相，揭露他的身份，我要从魔族查起。司令，你袭击山主，危害山境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们做囚溪的走狗，残害同族，看看你们自己，还像不像是妖？好小子，这份恩记下来。
必追了。碎魂沟已经破了他的龙丹，他必死无疑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这万年金甲，咱们早归西了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伤这么重啊！今日你救我一命，我必不会让你死。是吧，父王？敖轩，招揽，你怎么来了？招揽今日与南海龙王一同前来商量婚期，我去内殿接待一下你未来的岳丈，你们二人好好聊聊。婚期，如今你愿意嫁了？我的东西呢？900年来，你第一次主动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那鳞片。当初你说过，我何日愿嫁，你便何日归还。堂堂太子，莫要食言。我丢了。什么？你何时丢的？丢到何处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这种无关紧要之物，我就从来没放在过心上。敖轩，你若背弃诺言，那这婚期也不作数了。不嫁？你心头之人已命丧黄泉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我龙丹被破，竟然还能恢复，此处到底是哪儿？嗯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温泉水果然神奇啊，将死之人都能救回来。我这是在何处？行了，先别问这么多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个地方囚袭私占，如果被他发现我们私用啊，必遭报复。既然来了，别急着走啊！
是裘西。没想到抓了一只小王八，这么喜欢我的地盘啊！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住所。臭蜥蜴，想关你爷爷，还早得很呢。快点，放开我！快点！走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快点，还不是我们山主大人的下酒菜。走，百灵，快点去！别乱动，过来吧你！去！山主大人，昨日逃跑的小妖和报信的百灵鸟抓着了。臭蜥蜴！长得这般水灵，做我的妾室多好，为何要给这只叛妖报信引路，自寻死路？你杀我羽族百人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成全你，送你去和你的族人团聚。住手！只是受裘西所控，你别杀他们！帝君，小仙先行告退。帝尊，你既已自罚，诸罪皆轻，回自己宫中便是。为何还要来此处啊？帝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怎会伤了仙灵？并无大碍。为了一个仙子，违逆天规，还伤重如此，值吗？帝尊，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在叶忘川遭遇了伏击。以你的仙力，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是谁动的手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，与天史记载不同。当时我正欲调查此事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。冥王也被灭了口。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
还望帝尊准许。仙魔大战，乃是3界的重事，死伤众多呀。若有内情，必须彻查。你想怎么做？大战之后，部分魔族残余混入了凡间，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。不过，此事时过境迁，若是公然翻查，会引起流言蜚语，有损3界的太平。这一层，你想到过没有？帝尊，请放心，我会以下界罹难为由，暗中查探。也好，我便昭告天界，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罹难。我会保留你的记忆，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谢帝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即便是在凡界，也要遵守天规。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断情绝爱、便于修行的命格，以便你心无旁骛，事半功倍。应渊明白。这是何物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一眼。一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耶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。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耶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耶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、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林。
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陵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陵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求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2人同坐。这，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内人姓甚名谁。内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2位山主。恭拜2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帝君，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发下界，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尹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？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关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美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
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生。我怎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，乃南都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救急，帮我一把。离家10载，夜半发梦，皆为旧忆。犹记雾帘烟波晨光碧，相逢时正年少。非绪乱，薄酒寒，奈若何？多情应笑我，又谁知此夜登高楼？是他，上！今夕彻午，辗转归来，与卿重聚，设功名，挽路车，比鸾凰。更有恶人阻拦，不与良人分离。得求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安都王世子在此看戏，谁敢惊扰，都给我滚开！
此戏着实不错。哈哈。你方才唱的戏文，优美感人，哪里听来的？我自己编的。你倒是对写戏颇有才华，可想留在梨园，与我一同书写话本，演绎动人戏折？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我们先留在梨园作伴，互相照拂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白漂亮。白漂亮。快点儿！昨夜可是你当值。昨夜阁中失窃，先前明王进贡的法器极阴符不见了，你可知？说话。不知。昨日你整夜守在此处，怎会不知？难不成又是监守自盗？你进了个仙阶，果然派头十足，连掌事的话都敢不答了。你身为妙法阁副掌事，看顾不好阁中法器，该当何罪？侄妻铸下大错，害死了妹妹，已无心管阁，何罪何错？掌事降罚便是。降罚？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偏要留着你，让你永远记住，你有今日，都是他用命换来的。妙法阁提令，清离应渊帝君即将下凡，请妙法阁速速备好御身法器，以供其用。帝君为何突然要下凡？帝君忤逆帝尊，触犯天规，帝尊亲令，罚帝君自八苦池下凡历难。此事暂且搁置，所有工人先为帝君准备用物。是。没用的东西！哼！帝君，帝君，这些年您在延续天宫对我等多有照拂，如今您被罚下凡，我等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这些宝物，您在凡间一定能够用得到，请您收下吧。帝君，凡界凶险未知，妙法阁精心挑选了几件法器，请帝君佩戴御身。我不受任何误解，请回吧。帝君，不知帝君可愿收下这个？
陆明奉帝尊之命，来送帝君一程。此乃瑶池莲种，到时种在凡界，必定美不胜收。愿此美景能让帝君身处凡界，心有慰藉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帝君，你如此不顾我们心血，却只对此物这般轻待，难道是另有寓意？帝君若不解释清楚，恐怕叫我等寒心。你作何感受？本君并不在乎。不叨扰帝君了。多谢帝君出手相救，不知颜淡可还安好？他已经去往凡间，因为强行抹去了他的记忆，只能做一只妖了。妖？我妖也好，寿数绵长，想必他应当能更加快活自在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如今也要去了。若是能与他重逢，待我返回天界之时，定会告知你他的近况。多谢帝君。凡人乃肉体凡胎，承受不住上神之力。天界之人下凡历难，皆会生出天蚕仙衣，包裹仙灵，以免肉身爆裂。所以，帝君一定要保护好仙衣，更要保护好颜淡。我明白。凡间历难，须经人生八苦。望帝君保重。与他在忘川所里相比，我真是轻如微末。恭送帝君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味，都引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山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妄念碎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畏，着尘负慈悲。哪怕一字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。
做了山主就是不一样，看着山境景色都比平日要好。哎，停！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不就叫你做个山主，你至于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我一个人统领山境有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一同辞去，罢了。放开！不放！我不会自寻短见，安安稳稳做你的山主，行吗？我腕上印记是我所寻之人留下的。我刚才是用法术，让我的骨血与他的灵力合二为一，便能唤出鱼儿。鱼儿会随着他的气息顺水流去寻找他的踪迹。天下之大，你这得放多少血才能找到他呀？你这么个自虐的做法，我可不赞同。我们还是想其他办法吧。只要能找到他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么深情，你要找的人，怕是个女妖吧？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难道我这两天干活干累了？哦，天哪！大好年华，一个妙龄女子，冒名失忆就算了，我不能变成丑八怪啊！我。粉色印记的鱼，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哀嚎，给了我一个药引子？哈！都说以形补形，没想到吃了这个美鱼还真能恢复美貌。哼哼，不行，我得再逮几条。这老头干嘛拿木剑刺我？难道这鱼是他养的？这位大，还是跑吧。南都百姓众多，这小妖乱施妖力，恐怕会惊扰了凡人。不是吧？一条鱼而已，只有这么久，什么冤什么仇啊！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芷溪仙子啊，今年各宫的法器更换，竟是由你负责。迎灯仙子即将升任帝尊的掌事女官，事务繁多，因而阁中琐事暂由我代劳。如此说来，他若一走，
那你就要成为妙法阁的掌事了吧？妙法阁近100年来无新人进出，也是时候该交替一批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了。帝尊，诸位仙家，我乃妙法阁掌事银灯。仙家法器200年一更换，旧物焚烧、新物调备等事宜，往日皆是由我负责。如今银灯即将离开妙法阁，下任掌事仙资尚浅，银灯担心其办事不力，特在卸任前为众仙家提前准备好了新制法器。银灯仙子有心了。此物甚是精美，是何法器啊？回帝尊，这是我为应渊帝君提前备好的法器，他下凡历难，来日回宫便可直接佩戴。好，不枉你在衍虚天宫伺候一场。呈上来。这条腰带为何如此香气四溢啊？此乃我特调的破罗香，可以醒神聚灵，有益于仙体恢复。你这巧思啊！不对，这腰带怎么少了一枚玉钩？这也许是银灯疏漏了什么，请帝尊恕罪。帝尊，银灯掌事向来关心帝君，行事周密，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。这玉钩，怕是被人偷走了。此话怎讲？帝尊有所不知，此前妙法阁中便有法器丢失了，只是掌事担心会引起天界混乱，才没有上报。而如今又发生此等之事，想必是有贼人盯上了妙法阁，还请帝尊明察。帝尊日理万机，此等小事，阁内自行解决便可，不敢劳烦帝尊。银灯仙子为妙法阁劳形苦心，离阁之际，若是因为这奸贼错蒙粗制法器之冤，反倒显得天界不公。帝尊，若九重天上真有奸人，理当查清。
两位仙子，请在此等候。长师不是一直想抓到偷极阴符的贼人吗？如今有天兵帮忙查探，长师应当开心才是。为何如此忧虑？莫不是长师担心天兵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？这腰带是你动的手脚。长师平日里私藏了那么多帝君的器物，我不过是上行下效，有样学样罢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长师想要做什么。破罗香由丁子、鱼蜜等原料制成，的确有修养仙身的功效。可若是每件都增加分量，再配上几味药材重新调制，便会制成魅惑人心的天界禁香——魅骨香。纵使你查到又如何？我尚未加入那几味药材，你定不了我的罪。走。迎灯仙子，你私用禁香魅骨香，企图诱惑帝君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伙儿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欢喜戏班新戏《梨园会》今日首演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咱们进去看看。王公子，里面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好。好，妙啊！今儿这戏着实不错，我觉得呀，是欢喜戏班演过最好的了。是啊，不知是哪位画本大家所写啊？这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走，放开我！偷盗帝君玉钩，私用天界禁香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冤枉的？走！放开我！参见妙法阁长师。我来送送他，还请各位仙友行个方便。你谋划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今日进仙登位吧？你可真是个心思阴沉的小人。昔年仙籍官勾结权势，伪造叶望川名录之罪，现已查明，被判49道雷刑鞭。他在行刑撤职前写下的最后一个仙籍变更，便是你日后的归属。八苦池，水清为修仙园，悟禅心以立难，水浊为容仙骨，化凡人之刑法。帝尊现已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而你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间
承受着肉身凡胎之苦。输了，便是输了。任凭你处置。我不后悔。无论如何处置你，颜淡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所一丹，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。敢问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应该比让你死了还痛苦吧？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出来吧。颜淡，姐姐做到了，姐姐替你报仇了。原来，你昨日找我，让我在银灯成交法器时帮你说几句话，是这个用意。其实颜淡，他没有死。我先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在生你的气。帝君救下了他，送去了凡界。颜淡，他变成凡人了。颜淡被帝君强行送出了夜望川，仙灵虽散，却可化为妖元。现在，应当是个自由自在的花妖了。颜淡曾和我说，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他无法原谅你。但他始终希望你能够摆脱心魔，而你在他心中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强者。芷溪，以后好好度日吧。颜淡，他由始至终都希望你能够开怀畅快的生活，好吗？怎么这般愁眉不展的？梨园会连演10场了，场场爆满。班主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努力写下一部戏。啊，我呢，虽然不知道我是从何而来，可是我深知我以后的目标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写戏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名扬四海，成为第1话本大家。
虽然我现在雄心壮志，可是我此刻文思枯竭，我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不知道我要写什么。你这戏写的虽好，但这戏中的人物情感却很生硬。梨园会之所以能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是原型经历所致。你年纪尚轻，未经世事，不懂人性的复杂艰深，没有亲身经验，自然写不好这戏本。将臣，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吗？这人世间的情感曲折多变，难以言说，唯有切身体会，方能品悟。旁人是教不来的，你须得行遍四海，历经尘世，体验人间五毒六忘七情八苦，方能见众生，见自己，领略到真正的爱恨离愁。唯有这般，你才能写出打动他人、刻骨铭心的故事。五毒六忘七情八苦。走。按照山主吩咐，已将此前为囚妻所驱逐欺压的部族一一收拢，按各部族人口划定地界，分拨10两。众妖族皆心悦诚服，唯有虎族因部族向来强势，为众妖之首，想多分些地皮。山主您看？我看行。依我之见，现如今野兰山山主已改，山规已变，不以强弱划分地皮10两，为的是整治恃强凌弱之风。你告诉虎族，他如有任何不满，便可提刀来见。若能胜过我和紫菱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他的要求，我便悉听遵禀。于墨说的没错，现在想着要地，当时杀裘西的时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无论是羽族，还是山主您亲自送出的水族，至今都还未有消息。山主寻人心切，能否提供多一点的信息？例如那女子的外貌、特征、年龄什么的。贪吃，一口气便可以吃一只鸡。义气，无论朋友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是朋友的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过去。虽然灵力不行，自恋，但是这都是以前的他。他与我的印记还闪亮着，必然活着出了忘川。可如今，他是化身为人，下凡为妖，还是重修仙态，无从得知。会否他也变换了容貌，亦或是化作了花鸟鱼虫，雨雪风霜？紫菱，我下山一趟。什么？于墨，现在山境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你要走了我怎么办？羽族100人几日便可找遍凡界，水族4通8达，五湖4海几日也能找遍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一个人找得快吧？可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他依旧是杳无音信。这世上，唯有我，无论他身形怎么改变，面容如何变换，一眼便可认出他来。流云不解斜阳卷，老爹不解丹蜀愁。哎，人家戏文里可不是这么写的。我在凡界练练功法，看看戏，本来过得好好的。谁叫你非把我拽到这深山老林里？你参见山主，狼族族长元丹得山主厚待，特来谢恩。不必，你可否把刚才的戏文再读上一遍？既然你喜欢练功法，那这把短刀想来适合你。流云不知斜阳卷，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你也喜欢看戏吗？
西风眠，弦歌断，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，缘生眠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耀着世间，只因为世间是他所爱，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雨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云墨的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丹叔，我愿意把山境之内所有法器全部给你，你能否告诉我你在何处听闻的？哦，山主，这出戏叫梨园会，是出新戏，在凡间红火得很，许多戏班子都登台翻唱了。他早就说过要做6届第1话本大家，没想到如今亦是如此。他若在等我，我就算寻遍世间所有戏班，又有何难？江辰姑娘，裴世子他人呢？我今天一直在等他。世子今天科技复发，呕血不止，无力下床。我去看看他。不必了，所有大夫都瞧过了，都说哪怕穷尽毕生医术，天下奇珍，也活不过半个月了。世子让我带话给你，天意难违，满腹深情，只能辜负。忘了他吧。王公子，请你自重。来吧，放开我！王公子，请你自重。绛尘姑娘好大的架子，那裴洛已经昏迷不醒了，她消受不了这等艳福，我王某来替她消受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自重！没事吧？妖怪！妖怪！说我是妖怪，我看你是色鬼！这就倒了，太弱了吧？你不知道自己是妖吗？竟然在凡人面前使用妖力，如果他们把捉妖师请来，可怎么办呀？绛尘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不是妖怪，我刚刚就轻轻一打他，他自己就这样了，我都没使劲儿。这是什么？我自然也是妖，我是昙花精，为了隐藏身份，一直不敢使用妖力。若非同族，当初我又为何要救你？我是妖，你也是妖，怪不得班主每每问起你的来历，你都瞎话连篇。我以为是别有隐情，没想到你真的对自己一无所知。你体内阴寒极重，因而身带青斑，灵力虚弱，毫无妖气，着实古怪。这消息来得太震惊了，
我得缓一缓。不过我身为人的时候，这个青斑就治不好，那我是妖，这个青斑也治不好，那当妖也没什么意思嘛，依旧还是个丑八怪。那你也是个行侠仗义的丑八怪。不过这个王公子被你的妖法所伤，估计跟太监也没区别了。这南都妙龄女子的心腹之患，就这么被你给除了？那我还挺厉害的。唉，待他醒来，必要发难。你还是速速逃走吧。这个你拿着，出了城一路向西，到花隐山山林找花精族族长。他见到此物会给我留个情面，会收留你的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你跟我一起走吧，不然他醒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裴洛在哪儿，我便在哪儿。他病重，时日不多了。我妖力微弱，救不了他。若有一日他去了，碧落黄泉，我们总会再见的。人性复杂多变，情之一字，实难参悟。你妖龄尚浅，还不懂这些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快快去吧。江辰，你是我在凡间第一个好朋友，我会想你的。今朝别后，我希望我会走遍四海，像你说的那样，品悟凡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希望可以明白什么是爱恨情仇。若是有一日，我可以写出刻骨铭心的戏版。什么若是？你一定可以的。到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是何境遇，我都一定赶到，替你演这出好戏。哎呀，这一大早的马叫得这么厉害。行了，别担心了。我们虽然找了10几个戏班，人是没找到，但都说梨园会这出戏啊，是从南都的欢喜戏班流出来的。进了南都，定有收获。我去看看，是不是这店家没喂粮草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来来来。放心啊，放心啊，我不是什么马贩子，我只是江湖救急，麻烦你拔腿相助，一会儿这路上就麻烦你，你就辛苦了啊！哎，偷马贼！嚯，丑八怪，连我的马都敢偷！你才丑八怪呢，你全家都是丑八怪！你，人妖殊途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不必惹事。回去吧，明日再买一匹便是了。他刚施了法，他有法力的。可是我还是好紧张啊，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芊芊，一定可以的，出场发挥就行了。食人花精芊芊入店，快去吧，加油啊！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来的不少。哎，那个花精族族长在店中吗？我是朋友介绍来的。这么多花精候着，谁都是靠关系过来的。就你这模样，选不上的。哦，现在入妖级也要看脸了吗？停！我是要给山主送美人儿，不是给他除虫。你这才艺啊，还不如没有呢。族长莫愁，这美人虽差强人意些，可是我们还有花族至宝眼碧丹呢。这眼碧丹由百花凝练而成，可以凝聚妖力，去除阴邪，还有美容养颜之效。若是把这美人和眼碧丹一同送去，新山主一定会感受到我们花精一族的诚心的。驱除阴邪，美容养颜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下一个，我，族长，我，族长，
我是莲花精白漂亮，将臣引荐我来的。你这……老天爷是要灭我花京族啊！算了，这选美啊，我看就选到这儿了。哎，族长，您不能以貌取人啊！我给山主选美妾，我不以貌取人，我以什么取人呢？哎，我有才艺。才艺？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。禀族长，漂亮我本在南都的城边儿，我隐姓埋名在戏班儿。我为求讨生活，写戏又唱念。天师追上门，毁我容貌打我脸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。听闻山主威名显，妖力无穷保家园，万里迢迢来倒贴，只求族长可怜见。我铁血忠心愿奉献，愿奉献。好，这个故事惨绝人寰，你这个才艺嘛也有点意思。哎呀，看来你一心想要投奔山主，我要是做个顺水人情也无所谓。不过，你要当不了姬妾，你可愿意呀？只要能在山主大人身边伺候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我们花京族有2个至宝，一个是眼碧丹，2便是紫藤啊。你呢，以后便是紫藤的陪嫁丫鬟。等着我们紫藤成了山主夫人，你呢就写戏文，唱小曲儿，给他们夫妇2人增加一点快乐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跟着我，以后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便有你一口粥喝。紫藤姑娘的胃口还真是好啊。爷爷，那这一口粥可能会撑死我。噗噗。哎，这紫藤姑娘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紫藤是族长唯一的孙女，我们得到的内幕消息啊，是新山主喜欢贪吃的女孩。哼，这山主的喜好还真是别具格啊。紫藤姑娘必定能够夺魁的。紫藤啊，今天那些美人，哪一个能跟你相比呀？紫藤，以后我们花京族的未来就交到你身上了。爷爷放心，上天赐我如此的美梦，这一切都是我该肩负的责任。爷爷，但愿山主大人对紫藤姑娘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，让我顺顺利利的偷到眼碧丹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们花京族又会唱戏又会跳舞的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哎，要不然跟我回夜兰山，你来唱，我来听。子陵，不要多言。见过2位山主，将臣违背耶兰山山规，到戏班唱戏是另有苦衷，并未扰乱凡间。不知2位山主为何而来？姑娘不必害怕，我此行前来，是为了私事。子陵，你先出去。我有些事情要聊。真是的。有了女人忘了兄弟。得，我在门口给你们把风。写此戏文的女子，她身在何处？山主来晚一步，他昨夜打伤贵州王公子，露出妖力，已然逃之夭夭。我已经问过班主了，可是他支支吾吾，不肯直言。
但其中曲折，一想便知。我与这名女子相识已久，而且对她的一言一行，可谓是了如指掌。必然是那个王公子对你欲行不轨，在此时他出手相救，才酿成大错。想必你也为他留好了去处，不然戏班不会今日才通报官府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此时最在意之人，我一直在找他。既然他如此重要，如若我帮山主大人找到这位意中人，山主大人要如何谢我？凡我所有，皆可奉上。但是，如有虚言的话，他是莲花精，没有了记忆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妖，没有来历，也没有依靠。他体带阴寒，浑身遍布青斑，妖力孱弱至极，不懂得修炼，也不会治愈之术。若无人照拂，早晚会有性命之忧。将臣早已视他为好友，才收留照料。此番斗胆开口要谢礼，并非因利起意，只因爱而不得，凡间至苦。将臣愿帮山主大人找寻爱侣，也望山主大人可以助将臣救回爱人性命。喂，这怎么了你？像伤了元气一样，这么虚啊！无妨，我要去一趟花隐山林，你不必跟着我，啊，我去便回。哎，这么急呀？帝亲啊？但愿如此吧。哎，真没事啊？没事。此一眼，灵力浑厚，可救命悬一线之人。但是此物，并非凡间之物，切勿因它助长了裴洛的贪念。对你二人是祸非福，也会祸乱凡间。你可以给他将此物服下，但是切莫教他妖法，让他滥用此物。待20年之后，他阳寿将尽之时，我会将此一言取回。山主和将臣是一样的，爱一个人，便护他一世周全安乐，不计代价，不思后果。他多快乐一日，我便多快乐一日。哪怕终有一日会失去，但心头无憾。若此生我能找到他，定会带他享遍世间喜乐，绝不放手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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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生病痛纠缠，今日终要尽了。
纵是孱弱，仍难逃手足残杀。若有来生，定要将此耻辱加倍奉还。江辰，裴洛，你杀了他们，一时无用，我命不久矣。你又何苦赶来，徒增伤心？我说过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亦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这是我炼出的神丹，服下一粒，百病皆愈。日后，你可以尽情去做你想做的事了。然花界一日，凡间数年。三界重分之后，人妖共存一界，恶妖扰民作乱之事不绝如缕。凡人唯有仰赖修习道法的天师斩妖除佞，护卫安宁。为天师者，虽为凡人之躯，却负仙者之责，苦修术法于内，挥剑行侠于外。芸芸道门法派之中，属北境凌霄派为各门之最。然凌霄一门隐于崇山峻岭之中，专注修持，显入红尘，行踪隐秘。世人闻其名者众，得逢会其面者却少之又少。紫藤姑娘腹泻，一时半会儿上不了路了。这再耽误下去，误了吉时，我怎么跟两位山主交代呀？是啊。哎，族长，你看啊，这放贡品的马车上好像有很多丹药，要不然我去找找，看有什么法子。好，好，快去，快去！哎。撤！眼壁丹，快让开！我赶路。我的贡品！哎呀！哎，哪个不长眼的？撞了人也不赔罪！手滑，手滑，手滑。手滑，还不赶紧给紫藤送药去？告诉他半个时辰我们就出发了。是是是，快去快去！哎。哎呦，我的贡品呐！山主大人，
耶兰山境易主后，投奔花隐山林以寻庇护的花精不少。山林里所有的莲花精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不过没有找到你所说的身带青斑的。其他的花精，你有中意的吗？比如食人花。难道颜淡根本没来花精族？